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王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在逛海鲜批发市场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本港大暹罗，于是我就冒着被打断腿的风险，开始跟老板砍价。来吧，老板，今天这个小罗多少钱？这小罗380。380。我记得上一次有拍过一个才280还是多少吧？很多大个的，那你那以前拍的好像很小个，顶多1斤半左右。对的，你这里面最大的哪个？ 2斤多吧，2斤多啊，便宜点吧，200块钱吧。200块钱把你脱掉衣服，把你扔到冻柜里面冻1个小时就200块钱。我靠！啊，那我进去冻1个小时200块钱吧。可以啊，衣服脱掉啊，我请你啦，我靠！便宜点，350。370了，少10块钱给你，这个没多少钱可以赚的。只能少10块吗？只能少10块了，你都要少10块钱，别人就只能少个2、3块了，跟你说。那个是什么？美国大暹罗。美国大暹罗。美国大暹罗有没有大的？有啊，2、3斤的，你要不要？可以啊，你今天先这个吧，先这个。这还有没有更大的？没有啊，下面这几个都比较小。这个是母的啊，这个是母的，这个是公的。公的正常还要便宜一点，算了，370。你就这样说，那就真的要把你脱掉衣服，那你冻1个小时。2斤2，打吧。确定不要打烊啊？不用打烊，你是打烊打上瘾了。就这样，经过一番激烈的砍价之后，我终于征服了老板，以814块钱的价格拿下了他们店里最大的一颗镇店之宝。此处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赞才完美？说实话，今天这个本港大暹罗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大的，当然价格也会更贵一些，这1斤380块钱，成功砍价10块钱，370拿下。我记得上次咱们做炭烧大暹罗这期视频的时候，这只大暹罗好像是1.7斤，1斤280块钱，这次1斤足足涨了100块钱，砍价还差点被扒光油丢进冷库。另外呢，我为了跟美国大暹罗做对比，所以呢，我又买了一个半斤重的美国大暹罗，这一个50块钱。这个美国大暹罗呢，我们前段时间也有做过一期视频，拿来做冰镇非常的好吃，鲜甜爽脆。而上次的炭烧暹罗又做翻车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把它们2个都给买回来，然后做个详细的对比。从外观上来看，本港大暹罗纤细修长，而美国大暹罗矮胖圆，所以单从这个颜值上来说，这个本港大暹罗能够顺秒这个美国大暹罗。不过我们还得来试一试，看看这个370一斤的本港大暹罗跟这个100块钱1斤的美国大暹罗，从这个口感跟味道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？OK， 那我们先去给他们洗个澡吧。看着挺干净的，刷一下还是挺脏的，重点是这个叶片得给它刷干净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拿来做对比的话，那这个就拿来做冰镇。这个一半拿来做冰镇，一半拿来做爆炒。我们先给它放进去煮熟来。换这个锅试一下，能不能煮得下？哇靠，差这么多吗？换我家最大的锅试一下。我去，还是不行。这真的是我家最大的锅了，只能用这口锅了，勉强能换得下去啊。加点盐啊，加水。哇，这个螺是真的大，一定要用冷水来煮，这样子等下螺才会抠得出来啊。不要盖盖子，小火慢煮哦。小的那个可能煮20分钟就够了，大的那个至少要煮半个小时以上。你看，冷水小火慢煮一下，它这个螺头就伸出来了，这样子等下螺肉就很好挖。现在可以开大火煮了，小的煮了应该差不多可以了，大的还要再煮一会。这个小的给它拿出来过一下冰水哦，这样子给它放进去过一下冰水，等下就很好挖了，口感也会更好哦。抖一下应该就能出来了。完美，把这个内脏给处理一下，这个口感不是很好，给它去掉。尾巴的这个干一线可以给它留着，上回吃的还挺香的。这里面还有内脏，要给它搁进去挖一下。这螺头上的粘液要给它冲洗一下，可以了。再给它放到这个纯净的冰水里泡一下。这个大的应该也差不多了，这个叶子可以拿下来，再给它放到冰水里去过一下。这个大的这个泡的也可以了，把肉给挖一下。这个直接掏吧。这个肉有点大，千万不能拔断了，尾巴应该不会断吧？完蛋了，还断了一点点，小心翼翼的再把它给掏出来吧。完美，2斤多的螺就是有肉啊，螺头上的脏东西粘液要给它刮掉，好脏。可以了，这内脏也给它去一下。这个就跟鱿鱼的晃一样，有点黏黏糯糯的，这么大，马上给它留着吧这一块，其他这些都不要，这里面给它搁进去，这里面都有内脏。这么大螺就这么一点内脏嘛，给它稍微的冲一下，这个你给它放进去过一下，这个可以了。水分给它吸干一下，给它切一下片。哇，这个技术活，
从上往下切不好切，要从下往上切，可能更好切一点。这样子就好切了，不容易切到手。我今天这个螺丝煮太久了，太硬了。那这个大的本港大响螺，把这个边边修下来爆炒哦。这个螺头拿来做冰镇，正常爆炒的要生的来炒，但今天这个螺壳这么漂亮，我就舍不得把它给敲了，所以说就用这个熟的来爆炒吧。这些就拿来爆炒了。我大意了哈，这个管子里面的这根线没有给它拔掉，这个也给它拔掉，这个挺脏的。这个炒的部分给它片下来，给它片成薄片啊。这个拿来做冰盘。片这个真的技术活，又要薄，又不能断，又要均匀，这片呢才叫好啊，薄如纸张啊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爆炒一下螺肉，再来摆冰盘啊。锅热倒油，来点蒜片，给它炒出香味。螺肉下锅炒一下，调好了爆炒酱，这个酱料很香啊，独家秘制配方啊。可以了，出锅。这个壳今天也可以拿来当碗用了，非常的完美。撒一点白芝麻，再来点辣椒丝，再点一点绿叶，再来一片黄色的、紫色的，最后再搭一片黑色的。OK， 接下来摆一下这个冰盘哈。OK， 点一点食用金箔哈，倒一点二锅头，我给它点一下，完美，火烧大响螺啊！冰镇，今天把这2个小螺玩出了冰火双重天的感觉。先来杯82年的清酒压一斤啊！这个爆炒的口味重，我们先从这个冰镇的开始品尝哈。先给你们整一块，先从这个美国大响螺开始吧，原汁原味的吃一块哈。来，粉丝先吃。还是熟悉的味道，很鲜甜，硬脆硬脆的，很好吃。沾一点芥末刺身酱油试一下哈。沾完芥末刺身酱油，它的鲜甜味提升了不少。接下来试一下这个本港大响螺，看起来就更嫩一点。哇，果然是1分钱1分货啊！不管是香味、鲜味、甜味，还是口感上，都会更胜一筹。这个也太好吃了，沾点芥末刺身酱油哈。非常好吃，这个切的真的太完美了，晶莹剔透的。这个靠近尾巴的部位太嫩了，非常的嫩，而且切的这么薄，口感非常的好。那剩下就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了，他都快看哭了。试一下尾巴这个黄哦，这个是美国大响螺的。果然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虾膏的香味。不过好像这次没有上次那么浓郁。试一下这个本港大响螺的干鱼线哈。它这个黄略带有一点点的咸味，而且口感也没有美国大响螺来得好，它的香味也没有那么浓郁一点。OK，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爆炒响螺，把火焰给点起来。这个火焰烧的不断的在加热。虽然说它这个边边口感没有那么爽脆，但这个酱汁真的太香、太好吃了，太适合拿来炒这个螺了。非常下酒。酱香味十足，这是分子料理大厨的独家秘方啊！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黏黏的那个部位。这个东西很粘牙，有点像嚼大白兔奶糖那种感觉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味道，就口感很像那个大白兔奶糖。这个蒜瓣实在太香了，我觉得比响螺还要好吃。蒜头实在太香了，爆一下有股焦香味。
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。今天这2种响螺都非常的好吃，但是本港大响螺明显能略胜一筹，最主要就是这个口感能明显的好很多。虽然它的螺大很多，但是还能明显的吃出来比美国大响螺嫩很多。不过刚一线的话，美国大响螺略胜一筹。今天最主要的就这个酱爆的真的非常的好吃，比上回爆炒的好吃太多了。主要是这个酱料实在太给力了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